每年這個時候，迪化街總飄着藥材與乾貨的香氣。但除了擁擠的人潮和年年大同小異的年貨大街，你真的認識這條街嗎？今年我想帶你換個視角，準備13種全新的開箱方式，可能是廟口老街裡的小小神機趣談，又或是一頓與老屋對話的晚餐。在年貨大街正式開張前，邀請你參加這場偷跑計劃，不只是逛街，而是走進時光隧道，聽聽那些有趣的老街小故事。這13個順遊清單將為你的採買行程增添厚度。今年帶走的不再只有南北貨，還有一份充實的心靈記憶。過年快到了，又是該辦年貨的時候了。雖然呢，我們已經拍過迪化街很多次了，但是這個文化底蘊深厚的地方呢，它還是每年都在發生改变。不管你是台北本地人，還是外縣市遊客，甚至是外國遊客，我們都非常推薦你在任何時候來逛迪化街。那当然呢，有年貨大街的時候，更是要把握機會來體驗一下。所以我們今天呢，就是想要推薦大家一些可以搭配年貨大街一起逛的地方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們非常感謝趣趣的贊助，它是一個整合各種旅遊服務的 App。像是機票、住宿、租車、eSIM 優惠券，我們全部都可以在趣趣一站完成所有的預定。大家来到迪化街呢，有幾個重點可以掌握一下，像是中藥材、布料、南北貨、茶葉。那我們今天呢，帶大家來這間德利泰中藥材互動體驗館。我覺得呢，它不太像是一般的中藥行，比較像是一間小型的博物馆，帶大家看一下。我們一進來呢，就可以看到這邊展示了很多的中藥材。那大部分呢是我们有看過名字，可是沒有看過它長什麼樣子的。那這邊呢，它其實都是展示品哦，而不是說真的要拿來賣的。像我們這邊呢，就看到上次我們在路上看到的一種植物叫做降真香，那沒想到它是一種中藥材。沒錯，我們上次笑了半個小時，看到它忍不住鼻子就會想要湊過去。可是這個空間呢，它本來就充滿了中藥的香氣。像這個是鱉夾，這個我們真的也沒看過哎。你看，這些都是我們平常看過的東西啊，像山藥啊、羅漢果都很熟悉，可是我們沒有看過它裡面長什麼樣子哎。你求的什麼？我拿到第9首，它上面寫說討厭下雨，期望風調雨順，非常符合我今天的心情。我今天的確就是希望出來的時候天氣要很好。這邊很好哎，你一進來他就會端茶給你。那我喝的這一款呢是易貫茶，他們說呢是你平常保養身體可以用的茶。我們喜歡來這邊買它調配好的茶飲，用熱水泡就可以了，非常方便。然後它這邊呢也有賣很多的香料啊、胡椒啊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得到。而且我覺得它種類真的非常的多，就是你在那邊就可以聞就可以試了。沒錯。我們買點東西送好朋友啦，土豆每次用量都超大，這個送給他應該 OK 的。這應該夠他用1點點2次。一天。這個麻辣醬聞起來超香，吃起來也好吃。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，因為很多我們喜歡的餐廳呢都是用這個。我們上次來啊，他也是讓我試吃紅棗片跟枸杞。我們今天主要來呢，也是要來買這個的。我最近呢都拿這個當小零食吃，真的非常的好吃哎。你看我們買那麼多，但是我剛剛說小零食，其實我們一天呢就是吃1小把而已。這個東西要適量，也不可以過頭的。而且回去其實我們小朋友還蠻喜歡，我也不喜歡他們一直吃零食啊，這個就適量就好。下一站我們要去大稻埕愛迪達，行程中打開趣趣首頁就會看到提醒，那你按下導航呢，它就會跳到地圖，你就可以隨時掌握你的交通時間，也不怕迷失方向。在我身後的是大稻埕愛迪達，愛迪達到處都有。為什麼推薦大家來大稻埕逛愛迪達呢？這個是2025年哦，他們在大稻埕新開的店。那你一走過來呢，你就可以感受到濃濃的大稻埕風格。所以很多人呢在這邊走來走去啊，都會停下來，在我這個角度對着大稻埕愛迪達拍一張照片。那除了外觀有濃濃的這個大稻埕風格之外呢，其實裡面也有很多的巧思，像它的櫃台啊，後面呢就是一個中藥櫃，非常有中藥行的感覺。那剛好這一季呢，他們愛迪達賣的也是那種中國風的服裝，所以呢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外國人呢都會特別來逛這家店。那裡面的遊客呢，說真的是外國遊客比台灣人多。
來到這家店還有一個重點，就是大稻埕限定。如果你有在他們家買衣服的話呢，你可以用200塊錢去加購一張你喜歡的熱轉印貼紙或者是布章，然後他們會有一個機器呢，幫你把你喜歡的圖案壓在你的衣服上面，是不是很好玩？我覺得不錯，我還有點心動了。這就是為什麼一定要來大稻埕愛迪達的理由。大稻埕遊客中心，其實整個大稻埕的範圍呢還蠻大的，所以大家在開逛之前呢，其實可以先來大稻埕遊客中心，把它周邊的地理環境都先稍微了解一下，這樣逛起來呢會更省时省力一點。不過大家当然還有更輕鬆簡單的做法，就是直接掃描 QR code 或是點選資訊欄的連結，把我們今天的行程一鍵複製起來，讓曲曲來幫你帶路。大稻埕遊客中心呢，是我們每次來這邊必會拍的一個點。這邊呢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，就是說你可以免費的去租借它的旗袍，可是記得要事先預約哦。那這個遊客中心裡面呢有3層樓，它基本上呢每一個房間呢都是一個小小的展間，不管是像這一間布滿燈籠的房間呢，或者像2樓有一間是像中藥行啊或咖啡店的地方呢，它都很好拍照。所以你可以在那邊換完旗袍之後呢，就在游客中心裡面先拍一輪，然後再到外面街上去拍。我们现在来到 Zero Sense 無味定律迪化愛情豆花店。那我們在這邊呢點了一個叫做月下一生式的豆花。這豆花呢，他說是得到月老的6個聖杯認證的。可是我們現在沒有在這裡吃，我們帶大家去一個地方。我們無縫接軌來下一個景點就是霞海城隍廟，它其實就在這個愛情豆花店的對面，所以可想而知為什麼它要取名叫做愛情豆花店。但它其實是一個小攤子啦。大家都知道來霞海城隍廟呢，就是要拜月老。那所以呢，拜月老的話呢，大家會用紅棗啊、甜的、圓的東西來拜，那象徵了甜蜜圓滿這樣。那當初呢，這個豆花店，因為他們要開在霞海城隍廟的對面，他們就設計了這樣的一個商品啊，把紅棗、荔枝，然後還有白玉粉圓啊，放在這個裡面，還有玫瑰。那他們就想說設計這樣的一個商品，他們就來求一下月老說，他們要在對面賣這樣的東西，問月老 O 不 OK， 結果得到了月老的6個聖杯認證哦。所以後來還蠻多人就是買了這一碗，然後去拜月老的。我們買了這個月下一生式，但是呢，我們的身份已經不太適合來拜月老了，所以我們就在廟前面呢吃一下這個豆花。這個豆花還蠻特別哦，裡面的湯水呢是荔枝的基底，然後你可以聞到玫瑰花香。豆花本身呢，還有白玉粉圓本身都很好吃。但是它的價錢呢有點小貴，配合月下一生式的主題呢，價格是134。但我覺得拜月老的心意這樣子值得啦。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，叫做靜心堂。它後面呢掛號一個胡椒粉，所以呢很多人找來這邊呢都是專程來買它的胡椒粉的。它現在就有一台機器啊放在街邊，那邊就是在現磨那些胡椒粉。它每天呢聽說只會賣出數十斤啊，都是當天現磨的。那你雖然你看它現在已經是磨好的，可是這可能哦都是早上才現磨的。我們再買一些給我們土豆哥比較一下。你看現在正在磨那個胡椒粉，非常的香。我剛剛問老闆娘說，他們一天是不是只賣數十斤？老闆說才沒有不一定，有的人呢一次就訂數十斤了，所以他們呢就是一直生產，一直生產，然後反正有人來我們就生產。我們現在來到一家店叫做圓竹龍香，它是一間120年的老店，那主要呢是在製香。那他們呢除了一般我們拜拜用的那些香呢，現在也有做一些居家用的熏香。我們來到這邊呢，可以買他們的線香。剛好前一陣子過聖誕節啊，就有很多人呢來買這樣子的禮物組合呢，送給外國遊客啊，或者是朋友啊，我覺得還蠻不錯的。因為像這個外國人呢，他們很喜歡那種檜木啊或肖楠這樣子木頭森林的味道，然後又有點東方風情。他們家的香呢，其實都是用中藥去調製的，所以聞起來真的還蠻舒服的。現在拜拜的人越來越少了，反而是這種放鬆身心的需求啊越來越多，所以居家熏香呢就慢慢變成他們主要業務。這個東西呢是粘竹，還有什麼特別的呢？這是他們家特別找人家定制的手工的，所以你在別的地方呢基本上是買不到的。所以過年的時候呢，就會有很多人是專程來這家店呢來買這個粘竹。跟大家講，
百年老店的價值呢，就體現在這裡。像這個金爪啊，你在外面是買不到這麼傳統的，它特別的大張。那重點也不是在大張而已，它的材質呢是真的超天然的，整張呢是用竹子去做的。然後這個箔呢也是手工一張一張貼上去的。可是你看哦，人家說那個金箔啊，它其實不是金，是錫。用金的話呢，就是太貴了。你們看哦，這上面其實可以看到竹子的纖維。那聽說呢，這個比燒環保金子還要再更環保一些。其實是因為竹子在燃燒的時候呢，它產生的氧是比較多的，而且竹子是你砍了之後呢，它會再長出來，所以其實是要常常去砍它的，就沒有什麼伐木的問題。竹子是越砍長得越快的那一種，所以是很環保的一種材質，而且它的雜質比較少。那如果是一些環保材質的話，裡面有一些雜質、油墨啊什麼的。雖然是比較環保，但是它的價格呢是比一般的金子還要再高一些些。但我覺得它背後的意義呢是无價的。買了一個平安箱。這一間是天山行，專賣南北貨。那我們來到迪化街必逛的重點之一呢，就是南北貨啦。這間呢，它除了說裡面呢有賣很多的日本貨之外呢，它本身的建築也很有可看性，是閩式老屋，已經是歷史建築嘍。迪化街這邊的建築呢，很多都是長條形的，我們所說的前店後住。那因為這個房子呢，它才剛整修完不久，所以你在這個店逛逛呢，都可以順便看一下它的介紹。很多人過年的時候呢，特別喜歡買一些日本貨。那我覺得這間店呢，它真的特別多。如果有喜歡的話，有需求可以來逛逛。我上次來逛的時候就很想要買鹽昆布了。這個去吃 buffet 的時候常常碰到，你放在牛排上面啊，放在什麼東西上面都很好吃。這個櫻花字通常都是要到日本去才買得到的東西。那日本人呢，會把它放在比如說大福啊、麻糬上面，或者是飯糰上面。這裡是高見統店，大家來到迪化街呢，都會非常喜歡來買咖雞茶啊。那這邊呢比較有名的就是高見統店跟大華行。那我們比較喜歡來逛高見統店，因為它的東西呢真的是還蠻多的，特殊的品項也稍微多一點。你會發現啊，來這邊超多日本人的。那至於日本人都來買什麼，就跟大家講。這個就是日本人最愛買的咖雞茶啊，最小號的啊，35塊，他們會買一大堆回去送給朋友。那他們會用在哪邊呢？其實呢，日本人很愛泡溫泉嘛，這個拿來裝那些小東西啊，非常好用，因為它不怕水。那你碰到水呢，曬乾就好了。泡溫泉的話，那個太小了，用這個會比較剛好。那這邊有各種大小尺寸的可以選擇。這個呢也是外國人非常喜歡買的收納袋。那這個大的250，這個200，這樣小小一個啊，價錢比那個貴很多。是為什麼呢？因為它用了很多的拉鏈，做工比較繁複，然後拉鏈是用 YKK 的，所以成本比較高。外國人很喜歡拿來做零錢包啊，或是這個放護照，非常的方便。這一款拿來裝發票也很不錯，它的夾層非常的多。我們之前來有看到日本人買這個蒸籠，然後想說買這個回去要幹嘛？原來他們那邊賣很貴，大概是4到5倍的價錢，從這裡帶回去便宜很多。我們現在來到印花作火這間店，顧名思義呢，就是以印花為主題。那他們有跟很多的品牌做聯名啊，主要就是販售一些各式各樣的收納包啊，還有旅行周邊跟3C 周邊。像他們所有的系列裡面啊，我覺得最特別的是這個窗花圖案，因為它非常代表了台灣的特色，而且它做成各式各樣的變體。你看有這樣的，然後也有這樣子的。我沒有想到說啊，原來這種東西呢，在香港人啊、日本啊、歐美人士的這個印象裡面呢，它會是一個台灣的經典代表。因為我們小時候呢，其實家裡很多窗戶都是長那樣的，而且小時候還會覺得說，有點慫，可不可以不要用這樣子？沒想到呢，它現在成為了一種潮流。我之前逛街的時候就看到這個 iPad 的收納袋，非常想要。可是呢，我就想說，等我們拍片的時候再來買好了。我今天可以把它帶回家了。好，走。我們现在來到滋養和果子，這是去首頁新榜單的台北市人氣美食第4名。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功能，快速找到旅遊所在地的熱門景點跟美食，接着按下加入行程，一鍵排序，它就會自動幫你做出最好的行程安排。用去來做功課就是這麼簡單輕鬆。你還可以順便查看網友們對店家的評價。出門旅行最重要的呢，還是要適合自己，才能玩得開開心心不掃興。
滋養我們已經拍了很多次了，那我們今年發現說它多了一個茶席體驗空間。那其實很多人來滋養呢是想要買它的草莓大福，可是這個品項呢常常提早賣完。那我們就發現說，其實來茶席體驗的話呢，就可以直接吃到它的草莓大福，不用跟人家排隊，不用跟人家搶，然後一份250塊，我覺得是還蠻 OK 的。這個是我們的茶席套餐，裡面呢有一塊羊羹，還有草莓大福，當然還要配上一壺紅茶。它的茶不但看起來好看啊，喝起來也很好喝。雖然是無糖的，但是這個紅茶呢，喝起來卻一點不澀。我們就用草莓大福來乾杯吧。為什麼你的草莓比較大顆？因為可能我人緣比較好。好吧。這是我第一次吃到滋養的草莓大福，這草莓好甜，好好吃哦。紅豆餡也非常的綿密，跟酸酸甜甜的草莓非常的搭配。這羊羹非常的厚實，可是我覺得有點小甜，但是配上茶呢就剛刚好了。如果你只是想要短暫的休息的話呢，你也可以點他們的騎樓最終體驗套餐，50塊錢哦，你就可以得到一杯茶，然後一個現烤的最終，重點是你可以有椅子坐下來休息一下。像我这種想省錢的人，我就會點。男生我覺得大部分都會點這個。我覺得它有這個現烤的最終很難得，因為我們平常在和果子店吃到的都是已經做好很久放在那邊的。我終於知道這間店為什麼可以存在那麼久，就是上百年的店，因為它很聰明，它很有商業頭腦。現烤的就是不一樣，它咬下去這樣烤的，不像一般的最終吃起來是已經怕了。那再加上這個紅豆餡呢，我覺得紅豆餡就是滋養的主體。我覺得50塊這個體驗很可以，雖然說路邊，可是還蠻有 feel 的。我這個蠻推薦大家來試一下的。其實剛剛草莓的也很推薦啊，好酥脆的聲音啊！你看這個蛋黃酥啊，特別小顆，可是看到就會很想買，小巧可愛，就是日式的精髓。這是他們的鳳梨酥，長得很特別，不像一般鳳梨酥的樣子，非常好吃。如果有來的話呢，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。是迪化街明堂工作坊販賣手寫春聯，一進門呢就可以看到老闆坐在這邊創作。然後老闆說呢，大家其實還蠻喜歡這些手寫春聯的，因為手寫的東西比較有溫度。我也是這麼認為。我跟你講，我們很常經過迪化街，很愛逛，然後每次經過的時候，我都會覺得哇，好神奇哦，就是很少看到就是專門在手寫。對，現在這種手做的東西呢，越來越少了。真的很有溫度我進來我也覺得天氣這麼冷。頓時就是高溫了2-3度，真的，我很喜歡這種手寫的感覺。東西很有趣，它做這樣子小張的，讓你貼在手機上面。說真的，如果外國人來呢，我會推薦他買這個，因為他這樣回去講電話的時候呢，大家都會看到他手機上有一個東西，就會問他，非常有紀念意義。他們一定會覺得很值得炫耀這樣。好可愛的，好想買給我家小孩哦，貼在他們的頭上。我要買金色的，為什麼？因為這樣才會金乖。黑色的就是黑乖，就有點黑乖啦，腹黑乖就是騙你的那一種，所以還是金的好了。這裡有各式各樣、大大小小、傳統的，然後比較新潮的東西。那我覺得手寫最棒的就是說，它一定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，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樣，最適合拿來送人了。你看這個房子是不是很眼熟？它其實就是對面的那一間房子。那其實迪化街呢有很多房子呢都是老闆參與建造的。那像這個呢，就是他從設計到施工完成的一個作品。你們看，像這個地方呢，它是迪化街100年前的街屋的樣子。那現在呢，也是用當初拆下來的這些舊材料呢，再把它砌上去的。上面呢都是新的東西。那其實整個房子呢，它融合了很多迪化街過去的建築工法跟設計，根本就是一個迪化街建築歷史的演變。你們看，像這個地方啊，以前全部都是磚造的，可是呢，現在來說它耐震是不夠的，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裡面灌水泥，然後外面呢再設計這樣的東西貼上去，這個是老闆自己設計的哦。當初舊的磚就是這樣子。
謝謝老闆寫了一張春聯給我們，還跟我們講了很多有趣的故事。這邊是可以寫英文、日文的哦，所以如果你帶外國的朋友來呢，可以帶他們來體驗一下。聽說這邊呢也常常會有一些外國的回頭客回來找老闆。老闆謝謝哦，拜拜拜拜。不知不覺逛到這麼晚了，你看我們經過這個燈籠老店啊，它的燈籠都亮起來了，非常的漂亮。那這間店呢，它其實到現在已經有111年歷史，是台北少數到現在呢還用手工技藝在制作的燈籠。它叫什麼呢？老綿城。我们现在来到福来許咖啡館，其實在行程剛開始的時候呢，我們就有經過這個地方了。不過我把它擺在行程的比較尾聲，因為迪化街這裡的很多店家呢都是比較早關門的，所以我們先逛完再來吃飯。我們為什麼要挑這家店呢？是因為大稻埕啊有幾個特色是一定要體驗的。首先呢就是茶，還有米，然後再來呢，我們剛剛早前有講過布料、中藥還有南北貨，那我們來到這邊呢，就可以知道他們經典的台式料理啊，可以喝茶、喝咖啡、喝調酒。我們吃的差不多了，來跟大家講一下，今天我們點了花拳繡腿虎掌飯，還有黯然銷魂叉燒飯。那我們兩個人都更喜歡虎掌飯。因為它那個膠質啊，燉得這樣爛爛的，入口即化，非常的棒。然後再加上呢，花椒的香氣整個融在飯裡面。叉燒的水準也不錯，肉有軟嫩，而且切得還蠻厚的。那這樣的一份套餐呢，是280加一層，我覺得價格是還 OK 的。因為這邊是一個老屋，我覺得來這邊啊，體驗一個老屋的美食還是蠻不賴的哦。那迪化街呢，不管有沒有名的小吃，我們其實都已經拍得差不多了。那我覺得呢，偶爾帶大家來換換感覺、換換口味也是蠻不錯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迪化街還有哪些好吃的小吃呢，可以去參考我們之前迪化街的一些影片。而且我們去年、前年都有拍年貨大街，那一些都很值得一去，大家也可以一併參考哦。忘了講這個湯，這個湯裡面呢有一些菇類，這算是迪化街的南北貨嘛。然後你看哦，裡面有枸杞，就是迪化街的中藥，所以這個套餐呢真的是把迪化街的特色給一網打盡了。晚上的這個時段呢，低消是1人1杯調酒，但是因為你開車，這2杯都是我的。然後我今天點了一個大正咖啡館，然後還有昭和年代洋茶，這個裡面呢它是茶酒，也是蠻迪化街的特色。杯都很有特色，像這杯真的喝得到茶的味道，然後帶一點水果的風味。那另外這杯大正咖啡館呢，你光湊近就聞到它濃濃的咖啡香，喝下去也是那麼一回事。我跟你講，雖然我不能喝，可是我還蠻開心的，你知道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因為我喝酒啊，我喜歡看人家調酒，不喜歡喝，我只能這樣騙自己。有得到體驗就好了。沒錯沒錯沒錯，看你喝我也很開心的。這間店的店名呢，有一個很有趣的由來。因為主廚很喜歡吃肉，所以呢，他就用德文的這個肉的音譯，念起來很像福來許，用這樣來取店名。然後另外呢，還有福氣是許來的這樣的意義。因為當初他們在尋找店面的時候呢，歷盡了千辛萬苦，最後沒辦法啦，他們只好去求城隍爺。結果在城隍爺那邊呢，得到了連續6個聖杯，沒錯，又是連續6個聖杯。然後在這件事情之後呢，房東就主動打電話來要把房子租給他們。哇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！福氣真的是許來的哦。我們來總結一下，這一集的景點很多，大家不一定能夠在1天之內跑完。除了複製我們的行程呢，你也可以把你在 Google Maps 私藏已久的口袋名單直接匯入去，再配合我們的名單去做一些增減。大家可以在去裡面追蹤我們，留意我們發布的行程，也可以在動態牆上留言跟我們分享你在旅行中的體驗。還有，不要忘記使用去的專屬優惠碼，在 KKday 上面買票買行程，那回饋回來的點數呢，就可以繼續在旅遊商城裡面折抵 eSIM、UC 以及各種票券的消費，多省一點呢，就可以多玩一點。當然，這些也都是可以在去裡面一站完成的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行程，別忘了可以直接掃描 QR code， 或是點選資訊欄的連結，把我們今天的行程收藏起來哦。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嘍，大家拜拜。